好，因为最近呢，这个军购、军火，国防部的这些案子呢，引起立法委员很大的一个这个指责了啊。那这个福迈公司说承揽国防部的炸药，说这个大家说啊，他有资格吗？怎么会有什么关系吗？顾立雄生气，不是很生气哦，说不实指控，说这样我们将来买战备物资更困难，他说呢，我怕什么？他要交押标金。算预算的3%，然后得标要交5%作为履约保证金，那这就8%啦。如果他没有办法取得输出许可、原厂证明、品质检验，就解约啦，履约保证金也没收啦，而且被停权以后不能来啦。我怕什么？不怕啊。当然，顾立雄是大律师的，讲这个话似是而非啦，有对有不对啦，因为我们常常。不管我们盖房子啊，我们修路啊，买东西，总希望能够完成这个案子嘛，而不是拿你几个什么押标金啊，我押那个干嘛呢？对不对？就你一定要，他们之所以有这个规格限制，是确保他的确能够履约，而且确保履约以后呢，在实行啊、验收以后的保证啊，他甚至有时候还要维修期啊，都能够没问题。很多时候不是说钱的问题，说我怎么罚你多少钱，而是说我需要这个东西嘛。那如果你你跟我来投标了，你不准时来履约来交货，我就是要没收你的钱干什么呢？我不是要没收钱，不是我的目的啊，不是因为你有押标金，我就不怕了，也不能这样讲啊，那你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别的，你就算这个海鲲号这个潜舰好了嘛，他过了日期他要罚款的，但是海军是希望他罚款是赶快如期交件呢，罚款是罚，每天罚按日处罚，那又如何呢？那顾立雄很激动。说包商只要符合规定，我不需要管他的名字跟地址啦，还是要管的啦，还是要管的啊！你律师打官司，法院在审判嘛，也要看到有没有前科啊，以前诉刑良不良啊，到底怎样啊，才判断到底怎么回事，还是有嘛？怎么说不要管他地址，也不要管他公司名，都不要管他干嘛？这个押标金交的好了，履约金交的就好了，好像不是这样子哈。那么你不要说国防预算，就算你家里现在有时候家里要整修个浴室。你都要看看这个厂商到底过去做的怎么样，找来的这个信用好不好，买来的瓷砖贴补到底对不对，好不好，都要管。这何况是国家采购啊，顾立雄说，如果我计较公司的名字，就能让他履约吗？我不是为福茂量身定做的啦，那国民党委员说啊，国防部不会渗透吗？都不要管他的资本跟他的名称吗？那我觉得渗透不渗透是一回事，就是说你总是还要看看他的业绩。所以为什么一个厂商要很努力的维持一个好的记录？就是将来人家看他，就我们不要说，比如我们征收一个员工，我都要看你大学毕业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这2年没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身体不好吗？到底干嘛呢？怎么回事？我们2年没工作呢？然后在哪个公司？甚至还要打电话回去那个公司问问说，这个员工在里面做的时候做的怎样？类似这样，你可能不能问直接要过来的公司，因为不好嘛，人家现在那边工作，你可能要问以前的，也不要影响他，他有很多的这个讲究跟技巧在里面，不能说我都不管呐所以呢，林涛说现在又找到一家叫做大石国际，就是卖鞋然后也拿下2亿子弹的这个敌火的标案所以呢。到底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家像福迈一样的那另外呢，说他原来并不是搞这个的，但是呢就变更营业项目41天变军火商所以呢说呢这是赖清德时代，好像这些厂商比以前更敢玩那到底怎么回事？那到底是不是赖有啦？福迈就反击说我是拥有美国的独家代理权，我是经得起你检验的，而且我们呢也没有任何。政党党员的身份跟政治无关了那大石公司也发表声明说，已经委托律师要提出刑事跟民事的诉讼，有没有讲我没有资格来诽谤我那所以呢，现在就是说，那这个林涛，还有呢杨志宇、邓凯勋这些国民党年轻一代呢，也到北检去告国防部，他不是告这些厂商，告国防部，说为什么卖马桶的啦、卖鞋的呢，都可以拿上亿的军火的标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看顾立雄生气，慢看，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我想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国防部绝对经得起检验，
火药采购案被蓝营追打好几天，国防部长顾立雄罕见动气澄清：他一旦没有办法取得输出的许可的证明文件，相关的这些原厂的证明文件，他就会面临被解约、没收履约保证金，还要停权。而我们这时候有需要付出1毛钱吗？没有啊。那这样我需要管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资本额是多少吗？厂商最后的履约交货才是重点。顾立雄也解释，投标厂商资格只要有合法设立证明、纳税证明、从事国际贸易，符合3项资格就行。20年来从没变过，驳斥量身打造。来，揭开委员，惊啊！这家公司叫做胡麦，它是做什么的？室内的装修公司它的资本额多少？1900万呢？它竟然可以去标一个国防部这个标案5.9亿，而且做的是什么？炸药的采购案，炸药是多专业啊！我们国军要用的人命关天的事情兵凶战危的火药5.9亿，你竟然交给一个装潢公司来做，好，那现在又被起底了，说这家公司啊，平常不做那个政府的标案的，他上一次接政府的标案什么时候？2013年，哇，那时候刚好是赖清德在台南市长的这个任内，他去成过了一个工程，什么公园的那个整个那个台要整个整修，整个公园那个台要拉筋，游乐场设施的什么遮阳网的这个工程，还有健身器材跟道路的那个路灯的养护，哇，这个落差很大。一个养护工程，又个室内装潢，一下跳到这个整个这个炸药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甚至有人直接去追了，他说这家公司啊，成立的时候根本跟这个炸药什么化学原料全部都没有关系。他的登记项目啊，写的是什么建材啦，好什么零售业啦，电器的这个批发。可是突然他在2005这个后来在2024年的10月31号，他突然就增加了一个叫做化学原料批发业，还有什么机械的那个批发业进来，看起来就是要去投标这个工程的啊。那现在人民最生气的是什么？这个就好像是只要跟立友有跟民进党只要有关系的，以前这个什么小吃店可以找快筛，对不对？一个超市突然去登记了，可以浪费我们人民纳税钱5.3亿。然后这段时间人民苦哈哈的同时，纳税钱一直进来，都到后来都全部都是一些立友有赚走钱，这是让人民非常生气的。而且现在一个点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不只是立友有赚的钱，这段时间我们在追很多案子的时候出现什么？都灌水。这个案子除了赵大哥讲的，你能不能履约？给他顾立雄、规划刚上重要的上面，为什么一开始所有的案子的招标里面都一定有一个时机的这个检验？等于说你任何公司你要来这个招标，对不对？你之前做过哪些业务？你一定是个大公司，而且你已经有成绩嘛，这样我才能够确保说以后我是可以履约，我可以达到我本来要的嘛。结果阿里不达全部弄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那些更严重的，或者是履约可能是有问题哦。现在这个里面最严重的，他做到一半，这个火药到底能不进火里来，这是一个点。现在更严重的，你现在发现这段时间政府很多案子都是灌水。前几天大家还记得吗？连自己国防部的海军的这个局长都讲了，能捞就捞，能编都对。后来不吐了多少？50亿出来，对不对？然后呢，现在连那个什么一直送到那个工程，什么中油的那个3阶，中油的对也是92亿。后来中油的高层立功，我们中油多的是钱。他说你可以再多加一点，弄到后来多加了150亿，都是人民的纳税钱。所以一个到底我们买那么多能不能履约，这是一个点。第二个更重要的，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在捞我们人民的纳税钱？还有另外协厂卖军火怎么回事？我们看看。军火采购案持续延烧，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大动作到北检告发国防部，要求地检署彻查国防部的所有承办及经手人员。不能让这些台南军火帮的生意能够得逞。对国防部的声明不买单，认为军购案当中有太多的刚刚好，商业奇才一件接着一件，而这次军购的疑似弊案，这个军火商明明前面是卖鞋子的，突然懂枪炮弹药了；前面做室内装潢的，突然摇身一变变成炸弹专家，怎么有这么刚好的事情？被称作是福迈 2.0 的大石国际，登记地同样在台南，资本额从1200万在去年9月份增资到3500万，营业的事业项目也很广，从生活中的吃穿用品到娱乐的
休闲活动场馆经营之外，还有医疗器材、文教乐器批发和近期增加的枪炮弹药、刀械输出入等军火采购。对于外界质疑，大石国际回应了，强调公司完全符合投标厂商资格，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情事，反控林涛刻意扭曲、恶意散布不实言论，将提出刑民事告诉。而福迈国际也打破沉默，透过律师说明，本公司得标前已正式取得美国知名军工大厂 SAE 公司为期10年之台湾独家代理权，相关投标过程合法，程序完备。本公司并非毫无经验之业者。都说公司合法合规，强调自己不是绿油油赖油油，但到底是台南传产的经济奇迹，还是暗藏重大弊案，都将交由检调彻查厘清真相。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国际贸易了哈，那基本上要做生意呢，有一句话，买卖双方你起码要拉一头，知道意思吗？就是要不然你就跟买方很熟啊，他非常熟，要不然就是卖方这个东西哇很特别，我跟卖方很熟，当你最好买卖都有，那就是你的嘛。那否则你只好一方，那很多人是买空卖空，他买也不熟，卖也不熟，就来做生意了，不容易啦。那就是我讲的就在中间诈骗嘛。那当然，他现在说哦，我卖方是做这个的，他拉到卖方。那为什么你拉到卖方？你不是做这行业，怎么拉到卖方？你很可能跟卖方讲说，我跟买方很熟，因为只有我买方才会买你的东西，这也有可能。还有各种技巧了哦。那卖方一看，哎，对哦，好像你看他的业绩以前都跟某某人这个在哪里都做过生意啊，所以哎，搞不好他比较办法。很厉害，他只有一家，他只有一家去投标，所以我要把我的授权给谁的时候，我要挑啊，对，挑给谁，他关系比较好，他证明给我看，他跟他关系比较好，我就给他。为什么不给你呢？不给他呢？给他呢？因为他关系好。所以这东西中间，哎呀，里面很多巧妙的啦。哦，记住一点，所有要做生意的买卖双方，你只要拉住一方，你就可能拉住另外一方。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除了刚刚讲的2家以外呢，王宏威今天又说茶叶公司也能够得标兵推系统维护这案子，哦，那这个就，哎，这个跟电脑有关啊，哦，跟资讯有关啊，那会不会被渗透呢？哦，那这个公司是同一个地址啦，所以有好几个公司啊，有这个茶叶的，有这个投资的。有这个科技的然后有另外一个科技的公司，地址都是三民区高雄建国3路46巷6号，都是这个地址。就换作一个地址可能是好几个公司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不同的这个公司得不同的案啊，一个是没有，但其他都得很多，27案、29案、60案，每案可能金额不大，但是这加起来呢，平均1年1000万，9年9000万。也不少啊，对一般拿薪水来看，9年9000万，对不对？你这个利润有多少啊？那110年变更登记啊，然后呢，这个增加相关电脑及治安业务，隔年就得到国防部的标案，哇，这个显然神通不错啊。那另外呢，这个采购案是不是跟国安有关？是。这个采购案是不是跟国家安全的采购是所以你看所以看起来它是治安的案子哈。那常年都会得像每年103、103、103、105、107、112所以呢，这个王宏威就说应该彻查资格到底符不符，能不能得这些治安的标案而且说这个厂商呢还伪造厂商的资格，被韩国瑜抓包了。然后呢，抓包以后呢，说他伪造资格，拒绝给付，在立法院了。所以呢，这个他说鸿章茶叶及黄鸿军居然告韩国瑜，最后呢败诉，没有赢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茶叶上。国防部官员往国民党团记者室走，顾立雄才为了采购案爆气，但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继续爆料类似案件。鸿章茶叶公司资本额只有小小的10万块，但是呢，它可以标到国防部好几个资安
相关的电脑设备维护的案子。王威指控的这间公司至少涉嫌3起伪造厂商资格投标，不但没有被国防部列进黑名单，还能继续投标。但记者实际走访王威提供的公司设立地址，结果去到现场并不是茶叶行，而是一间汽车零件制造商。从火药采购到维护机敏设备，投标厂商一个个被在野党放大检验。好，除了这个以外哈，大家都很关心国防嘛哈。那原来我们很多年前就听说我们要买4架 MQ9，这叫死神无人机，它常常去斩首，很厉害的哦，不是那种小小无人机，有这种大型无人机哈。你看川普还站在这个无人机前面照相，这无人机不小啊。那我们买了4架，花很多钱，我记得我记得是差不多200多亿啊，200多亿4架，好200多亿，215亿，哦，就是说这个相当多钱的哈。然后呢，这个后来。那个拜登说再送我们4架，哦，要把一些功能拿掉了，就不会让你有全功能了哈，大概不能随便去斩人家的手了哈。那现在呢，川普来呢说把这个送的改为卖，不送你了。川普这生意人不干嘛送？台湾那么有钱，赚我们那么多钱，还要送他什么呢？那国防部就说那我不买了，我原来4架就够了哦，也不需要再买那么多架了啊。所以呢，这个要送我们的死神没了。哦，他说，但是呢，并不是因为美国呢要送呢变卖，反正就没有了啦，管你怎么讲都随便你讲哈。那这是一个哈。另外，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海鲲号这个潜舰，就是海测啊，它都应该潜测的，还在海测，到怎么搞了半天在海测就在水面上走了，一般船都可以在水面上走啊，船在水面上走有什么了不起啊？叫你测。钱才重要嘛，但在海面上走就可以测一些系统啊，比如说这个方向，这个反正船是舵嘛，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说液压系统失效，液压系统多可怕！赖世宝跟我都学机械的，液压还抓的是什么？液压系统所有自动控制，像我们在汽车，我们开方向盘为什么那么容易转弯呢？如果液压系统是你这个转都转不过来，很难转啊，等等。液压系统多重要！一个潜舰的液压系统失效了。他要转弯不转，往前冲，万一撞到什么其他的船，或撞到这个什么礁岸啊，怎么办呢？所以呢，它的 X 型的尾舵要靠阿兵哥用人呢，人类的再换。来，博弈来，阿斯堡来。实在是，这到底搞什么鬼？哦，真的。海军说都在安全范围，你们怕什么？我们不是回来了吗？我们人又怎样呢？沉下去了，我们就有很多备案呢，对不对？哦，所以呢，千金一法还是靠人力。那这个如果是打仗的时候是怎样呢？哦，到底只靠这个吗？哦，那台船就是说呢，希望国人理解，我们公司也在从中学习，获得很多宝贵的经验啊。那么另外呢，所以他说以后我们都不给你们解答了，以后你们有问题我们不答复啊。那所以你看这边讲哈，说呢，发生的问题报道或臆测将不再逐一回应，不回应你们的啦，随便你们讲，我们要努力专注完成这个军舰的完成。所以呢，你们外来的干扰，我们都不要理你们了。所以联合报才说台船盖牌了，到底还有什么麻烦没说呢？道理讲，你应该让国人都知道，我们支持国防预算，那盖牌算什么东西呢？不是很奇怪吗？来，是吧，兄？是我先回到刚才那一题哦，就是看到那个福麦资本额是1900万，它标到的是5亿6千万。那么顾立雄这点说瞎话，他今天很奇怪哦。我在立法院看他当国防部长以来啊，今天最生气的一次。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生气？我是说啊，我咨询他嘛，我说是不是踩到你的痛脚？他什么痛脚？可能这个是量身定做的啊，原来就已经设计好的啊，不然这个福麦怎么会？它原来是没有这个出口什么化学原料的，现在怎么可以呢？或者是进口啊？这个来讲的话，就是他来讲的话，他的我们讲 track record， 他过去的经历是很重要的。那今天的顾立雄讲的话就是有大声了，哇！例如讲什么，他很大声，很生气，这样子讲说。他以前不是这样，他已经没有，他很冷静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他基本上很沉稳的，很沉稳的，很沉稳。他今天，我觉得今天有点抓狂，因为必有妖。因为每一个立委都问他这个好了，我就提问了，我说你1900万，
别忘了，他的履约保证金是5%，4000多万呢，那钱怎么来？他资本额只有1900啊，资本额只有1900。股份有限公司赔完就赔了，对，赔完就没有了。那他说钱已经交了，那4000多万怎么来？我就想到上一次以前的风电是什么？拿到政府的一个案子，说我供应电给这个台电，未来20年，未来几十年，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合约拿去贷款。对，所以就是什么，靠政府的合约，然后去贷款。那今天会不会福麦也是这样子呢？他是拿到是国防部给的这个标案，所以我去贷款，然后拿了4000多万出来。我高度质疑是这样子，这是到底的以空卖空啊。然后好，那下一个检核点什么时候？你刚才提的非常好啊，我们不是要扣他的钱，要东西出来呀、什么时候才知道？180天之后，180天啊！各位天啊！我们如果国军真的需要这一批炸药的话，180天之后说，没有办法了，我拿不到执照了，没办法来了，啊，怎么办？没有备案呢，所以我觉得很离谱的，就是这个事情也好，大事也是如此，就是这么小的资本额，10万资本额可以标上千万的，这个都非常离谱。就这里面外界打一个很大问号，你公司说要提高了什么之类的啊。回过来看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是刚刚就提到的这个，像台船，要开始盖牌了。要开始盖牌了，他一直出纰漏，一直被别忘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立委这么厉害吗？没有啊，你的资料没有公开啊，是内部的人看不下去了，就觉得说，这个危险呢，这里面毛没有那个话什么等等。当然也有人讲说毛不重要，好了，现在来讲毛很重要啊。现在又说一样。海军，我以前吹军乐有一条歌叫《海军起锚歌》，对，海军起锚，船要开。对海军很重要，锚是固定那个船的，让你不会随波逐流，怎么不重要？我是讲国防部说不重要，我知道重要了，他乱讲，他乱讲啊，那所有船都不要锚算了。好，那你像其他的，别忘了这个是内部的人讲出来的，现在是这样子。好，那台船现在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哦，从此以后盖牌的话，会什么情形产生？就是里面不断的爆料，你都不要回应了。你都说真的、不回应了，我跟你讲不回应了，不回应了，那都真的、被你们讲啊，那都真的啊，你随便你讲，那就作死的。这个问题就是，潜舰是要潜下去，你现在连浮航都问题一箩筐，更何况说潜水的潜下去，或者深水的潜下去。最后一个提到这个 MQ9B 嘛是，就是死人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各位，这个是。显示了一个东西，就刚一开始第一趴我有讲到，就美国现在川普的时候，一切都是deal，都是做生意的，也是凸显出美国没有钱嘛，什么都跟你斤斤计较的。过去来讲，很大方的送你这个送你那个送你，现在没有都要买耶。那顾立雄说了，说这个旧的没有必要买，很有勇气这样买。那我们就想，他这次的1.25兆里面要编特别预算。听说就是要买爱国3型的飞弹系统，要买3套，有人说要买3套，可是很多专家都讲啊，我们现有的9套够了啊，不要再买3套。所以这里面按照这个逻辑，今天顾立雄已经起个头，我们会追有一些的武器是不是已经没有必要买了，而不要再浪费我们的公帑。休息一下再回来。